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往事不堪回首，赵丽颖10年前开的一枪，10年后正中陈晓的眉心。现在娱乐圈可谓是 CP 遍地走，无论是为宣传新剧的荧幕 CP， 还是被网友挖掘有糖点的拉郎 CP， 都成为了营销的一大热点。但10年前的娱乐圈可不是这样，那个时候艺人并没有把谈恋爱这件事看得多么重要，有了男女朋友就直接公开，没有也不会刻意营销，所有人的交流都大大方方，观众也看得十分舒心。只是没想到，那么早就已经有了背刺的说法，而被背刺的主人公还是如今被称为人生大女主的赵丽颖。剧里剧外的高度相似。2011年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宫锁沉香这部戏虽然只是一个未经宣传的小电影，但里面的主演阵容放到现在根本不是一个小剧组能请起的。陈晓和周冬雨分别在宫锁沉香里饰演男女主，两人波折的爱情故事十分动人。10几年前的剧本有一个巨大的特性，就是男女主波折的爱情故事里一定要有配角的阻挠。好巧不巧，宫锁沉香里最大的恶女就是女二赵丽颖。在剧中她饰演一个福晋，不仅勾引了饰演皇子的朱子骁，还冒充女主的身份一直向男主示好。秉承着恶人自有天收的原则，赵丽颖饰演的这个角色在电影中结局非常不好，当时很多观众直呼大快人心。不过剧里剧外赵丽颖和陈晓的关系却相差甚远。剧里的赵丽颖是一个恶毒的女配角，本来接近男主就别有用心，但剧外的赵丽颖却是一个努力、上进、有毅力的善良女孩。陈晓因为这部戏对她印象很深，在采访期间就多次向媒体坦言过自己很欣赏赵丽颖，夸她不仅对待事业是真的热爱，对待同剧组的工作人员也很温柔。后来两人2次合作《陆贞传奇》播出后，作为男女主的赵丽颖和陈晓双双大爆，还因为这部剧收获了万众 CP 粉。《陆贞传奇》里值得被关注的不仅是女官的高燃奋斗史，还有男女主戏里戏外的相似人生。当时看剧只顾了欣赏他们的爱恨纠葛，却忽视了男主对女主的 PUA。 在剧里，陆贞一开始只是个很普通的小宫女，每天兢兢业业地做好事务。偶然的机会下，她和身为王爷的高湛相识，共同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两人感情迅速升温，最后顺利地走在了一起。但两人确认感情后，并没有名正言顺的身份，因为高湛身为王爷有更重要的婚事，而两人也因为身份悬殊太大不被人祝福。故事里男女主最后的结局非常耐人寻味，高湛另娶他人，而陆贞凭借着自己顽强的毅力一步步往上走，最后成为了万众瞩目的女官。当时看只觉得这段故事写得热血又圆满，陆贞靠自己的能力打破了世俗的束缚，成为了可以堂堂正正站在店里的女官。而现在回过头去看，只觉得这个故事有些眼熟，仿佛和10年后的今天高度的相似。两人之间确实有过真情，但现在的陈晓娶了陈妍希，并且已经结婚生子，而赵丽颖在经历了万般磨难之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收获了万众瞩目的荣光和掌声。那个时候谁也想不到，10年前赵丽颖向陈晓开的那一枪，在10年之后会正中陈晓的眉心。当初陆贞与高湛的争吵放在现在也完全吻合。陈晓和高湛一样，看不起身份平庸的赵丽颖，即便是两人有不一样的情感，也从未公开过，甚至没有平等的对待过她。一时之间，竟让人分辨不出剧里和剧外到底有怎样的联系。确定的是，赵丽颖和陈晓之间还真有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两人之间的不一般。
现在大多数艺人只把微博当作宣传的工具，但很多年前并不是这样。许多艺人都会借助公众平台拉近和观众的距离，他们很愿意在微博上诉说情感。陆贞传奇热播后，赵丽颖和陈晓都获得了很多关注，两人的关系也因此扑朔迷离起来。最经常看到的就是陈晓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赵丽颖会按时按点的在评论区评论，并且两人之间仿佛拥有一层屏障，把他们和观众隔绝开来。这高频率的互动让喜欢这部剧的观众非常开心。郎才女貌的两位演员，如果真的能走在一起，也是一段佳话。当时陈晓和赵丽颖为了宣传《陆贞传奇》，还上了一档真人秀节目。在节目里有一个环节是给自己的圈内好友打电话，到了陈晓打电话时，他毫不犹豫地拨给了袁姗姗。电话那边的袁姗姗在接通时非常惊喜，语气里都是满满的激动。一开始袁姗姗并不知道电话这边的陈晓正在录节目，所以言语之间少了些分寸感。听到袁姗姗和陈晓你一句我一句旁若无人的交流，赵丽颖实在忍不住了，直接打断了两人的交谈，并且表示他们现在正在录节目，话语之间满是宣示主权的感觉。这一段互动也被许多观众扒出来，分析两人之间的真实关系，总感觉他们两个之间有一种不一般的氛围。2011年至2015年，陈晓和赵丽颖的互动极为频繁，无论是镜头前还是记者拍到的，都足以证实他们不同寻常的关系。可即便如此，两个人都从未做出过正面回应。本以为是他们不愿意把私人感情过多暴露在大众视野，没想到是陈晓认为这段感情根本不算什么。2015年两人在公众视野的互动骤减，而身为公认红娘的于正也发了一条耐人寻味的微博，疑似内涵陈晓和赵丽颖已经分道扬镳，再没有续写故事的可能。同年陈晓和陈妍希相恋，并且高调示爱，在微博大大方方地公开了两人的恋爱关系。之前陈晓和赵丽颖的诸多证据让网友觉得陈妍希是插足两人感情的第三者，所以很多 CP 粉纷纷声讨他。陈晓关注到网络上的舆论，立刻站出来为女友证明，言辞之间满是薄情。陈晓说他和赵丽颖从未在一起过，之前表现出来的一切都是为了营销 CP。他的发声让舆论的箭头瞬间逆转，全部插在了赵丽颖的身上，她瞬间成为众矢之的。所有人都在骂赵丽颖为了火而不择手段，欺骗观众的感情。可事实是，赵丽颖就是这段感情的真正受害者。无能的高傲，努力的自卑。两人因戏生情，频繁的活动里满是藏不住的爱意。但这段感情并没有公开，因为感情当中的双方是不平等的。那时的赵丽颖只是娱乐圈跑龙套的一个小演员，既没有人脉也没有背景，能和陈晓合作一部戏完全是机缘巧合。反观陈晓，出道即巅峰，凭借着出色的长相被大公司看中，成为了公司里热捧的艺人。再加上陈晓是科班出身，和赵丽颖合作时就经常指导她，长时间的相处让赵丽颖对陈晓更加仰慕。无论是镜头前还是镜头后，赵丽颖看陈晓时满眼都是星星。那个时候的陈晓也被赵丽颖所吸引，因为她坚韧的性格，也因为她善良的品性。采访时的陈晓直接化身赵丽颖的夸夸机，说起她的优点滔滔不绝。但陈晓的喜欢很有时效性，无论当时他有多么上头，结束时都可以冷漠到不像一个人。陈晓是被赵丽颖的坚强、上进所吸引的，也是被她这种性格击退的。两人感情的开始本就不平等，赵丽颖的仰慕刚好满足陈晓的高傲虚荣心。他很享受被赵丽颖喜欢的过程，却始终不愿意给她一个名分。
直到后来，两人在事业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陈晓虽然出道即巅峰，但他的事业心并不强，向来接戏都主打一个随意，喜欢的就接，不喜欢就拒绝。赵丽颖却和他不一样，没有背景、没有人脉的一个农村女孩，要想在娱乐圈奋斗出来，只能靠夜以继日的努力。这份努力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值得敬佩，可惜陈晓不认可，观念不合的两人很快分道扬镳。俗话说，男人只会影响我出刀的速度。离开陈晓后的赵丽颖一路开挂，靠着独立的思考和坚毅的品格拿下一座座奖杯，成为了现在无人能敌的85后小花。反观陈晓，以为自己拥有了令人羡慕的爱情，却是识人不清，抛弃了真正的宝藏。